2500多年前，在古印度的一座精舍裡，佛陀曾经說過一句话，這句話流傳到今天，讓無數的修行人聽了之後夜不能寐，坐立難安。這句話並不長，只有短短8個字，一失人身，萬劫難復。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一旦失去了現在這個人的身體，想要再一次投胎成人，可能要經過萬劫那樣漫長到無法想象的時間，甚至可能永遠都回不来了。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危言聳聽？全世界有這麼多人，街上人來人往，摩肩接踵，地球上活着的人口早就超過了80億，人身怎麼會難得呢？我們每一個人不都是輕輕鬆鬆的就生下来了嗎？可是佛陀從來不說沒有意義的話，佛陀的每一句話背後都藏着一個我們凡夫看不見的真相。今天我們就一起來深入的聊一聊，修成這一個看似平凡的人身到底有多难？佛陀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們要珍惜這個身體？而當你真正明白了背後的道理，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你，這個答案遠遠超出你的想象。我們每一個人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就理所當然地認為做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餓了就吃，困了就睡，開心了就笑，難過了就哭。我們把這一切都當成再自然不過的日常。可是我們很少停下來想一想，在我們能夠哭，能夠笑，能夠感受這個世界的背後，究竟隱藏着一段多麼曲折，多麼不可思議的因緣。我們就像一個從小含着金湯匙長大的孩子，握着滿手的珍寶，卻從來不知道這些珍寶的價值，反而還嫌棄它們太過平常。而佛陀就像一位看透了一切的智者，一次又一次地拉住我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孩子啊，你手裡握着的是這世上最珍貴的東西，你千萬不要把它給弄丟了。我們先從佛陀親口說過的一個譬喻開始講起。這個譬喻記載在《雜阿含經》裡，2000多年來，不知道敲醒了多少沉睡的心。有一天，佛陀對身邊的弟子們說，你們想象一下，假如整片大地全部都變成了茫茫無邊的大海，在這片深不見底的大海裡，有一只瞎了眼睛的老烏龜。這只盲龜的壽命非常非常長，長達無量劫。可是它有一個習慣，它每隔100年才會浮上海面，把頭探出水面一次，然後又沉回無盡的深海裡。就在這片汪洋大海之上，還漂浮着一塊木頭，這塊浮木上面恰好有一個孔洞。這塊浮木沒有根，沒有毛，它隨着海浪，隨着海風，時而飄到東邊，時而飄到西邊，時而飄到南邊，時而飄到北邊，永遠沒有停下來的一刻。佛陀問弟子，這只100年才浮出水面一次的盲龜，它探出頭來的那一瞬間，能不能剛剛好就把頭鑽進那塊隨波逐流的浮木的孔洞裡呢？弟子阿難聽了，恭恭敬敬地回答，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世尊。為什麼呢？因為這只盲龜如果游到了大海的東邊，那塊浮木可能正被風吹到了大海的西邊。就算他們侥幸到了同一片海域，一只瞎眼的烏龜100年才探一次頭，要在那1秒鐘之內準確地穿進一個隨時都在移動的小小孔洞，這樣的機會實在是渺茫到近乎於零。你聽到這裡，是不是也覺得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可是佛陀接下來說的話才真正讓人震撼。佛陀說，盲龜和浮木雖然相遇如此困難，但終究還是有那麼一絲一毫的可能會遇上。然而那些在六道裡漂流輪迴的芸芸眾生，想要暫時得到一個人身，比起這只盲龜想要鑽進浮木的孔還要更難，更難。你有沒有覺得一股寒意從背脊上緩緩升了起来？我們每一個人此刻擁有的這個人身，原來就是那只盲龜，在無盡的黑暗大海裡，侥幸的、剛好的把頭穿進了那個孔洞。這是何等的侥幸，何等的因緣。我們不妨用一個现代人比較能夠體會的方式來想象一下這件事情有多麼不可思議。你有沒有買過彩票？
那種要把好幾個數字全部猜中才能中頭獎的彩票，中獎的幾率可能是幾千萬分之一，甚至上億分之一。我們都覺得能中一次頭獎簡直是難如登天的事情。可是佛陀說的盲龜穿孔，那個幾率比連續中上100次頭獎還要渺茫無數倍，而我們得到人身的幾率還要比盲龜穿孔更難。你此刻能夠坐在這裡，好端端地做一個人，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超越了所有想象的奇蹟。只是這個奇蹟太安靜了，安靜到我們每一天都與它擦肩而過，卻從來沒有正眼看過它一次。如果一個譬喻還不足以讓我們警醒，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這個故事同樣發生在佛陀的身邊。有一天，佛陀帶着弟子們在祇樹給孤獨園裡走着，佛陀忽然彎下腰，從地上抓起了一把泥土，然後手一鬆，把泥土撒了出去，只在指甲縫裡還留下了那麼一點點微塵。佛陀轉過身問身邊的弟子，你們說說看，是我這指甲上的土多呢，還是這整片大地的土多？這個問題簡直不用回答，當然是大地的土多啊，多到根本無法計算。可是佛陀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地做一件事，佛陀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在為我們開示。佛陀緩緩地說，我們現在活在世上的這些人，死了以後，來生還能夠再得到人身的數量，就像我這指甲縫裡的這一點點土，而死了以後再也得不到人身，墮落到其他道去的數量就像这整片大地的土那樣多。指甲上的土和整片大地的土，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比例？這中間的差距已經不是幾百倍、幾千倍，而是億萬倍都無法形容的懸殊。這意味着我們身邊絕大多數的人，包括我們自己，如果今生沒有好好把握，死後能夠再回到人道的機會微乎其微。這不是佛陀在嚇唬我們，這是佛陀用他清淨的智慧眼看到的一個真真切切的事實。還有第三個譬喻，同樣讓人不寒而栗。佛陀說，你想象一下，在世界上最高的須彌山的山頂上，有一個人垂下一根極細極細的絲線，而在遙遠的山腳下，另一個人拿着一根繡花針，針眼朝上，這根從高山之巔垂下來的細線，中間還隔着呼嘯的狂風，把絲線吹得東搖西擺。請問這根細線落下來的時候，能不能剛好就穿進那根繡花針小小的針孔裡？我們得到人身的機會，就像這根在狂風中飄搖的細線，要恰好穿進人道這個針孔一樣，難之又難。佛經裡還有一個很美的比喻，叫做幽曇花。傳說這種花要3000年才開放一次，開放的時候被人們視為天大的祥瑞。佛陀說，人身難得，就如同幽曇花一般稀有難見。你看，佛陀為了讓我们這些愚鈍的凡夫明白人身有多麼珍貴，用了盲龜浮木，用了爪上之土，用了高山垂線，用了幽曇鮮花，一個接着一個，苦口婆心。這不是佛陀在寫詩，這是佛陀在判了命地，想把一個我們的心量根本裝不下的巨大真相塞進我們狹小的認知裡。我們不妨睜開眼睛，看一看我們身處的這個真實的世界。你有沒有算過，在這個地球上，光是一座普通的花園裡，1平方公尺的泥土之下，就可能生活着成千上萬的昆蟲和微小的生命。你有沒有想過，一片小小的池塘裡，就游動着數也數不清的魚蝦和蟲卵，天上飛的鳥，水裡游的魚，地上爬的蟲，土裡鑽的蟻，它們的數量加在一起，是我們人類的多少億倍。如果把6道众生的数量全部攤開來擺在一起看，人真的就只是那滄海裡的一粟，那大地上的一粒微塵。佛陀說，得人身如爪上土，並不是一個誇張的文學比喻，而是一個我們只要肯睜開眼睛去看，就能夠親眼印證的事實。在浩瀚無邊的生命之海裡，能夠生為一個人，本身就是一件概率低到近乎於奇蹟的事情。好，講到這裡，也許有人心裡會問，
你一直說萬劫難復，萬劫難復，這個劫到底是多長的時間？為什麼一個劫就能讓人如此絕望？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因為只有真正搞懂了一個劫有多長，我們才能真正體會到萬劫難復這4個字背後藏着多麼深沉的恐怖。同樣是在佛陀的時代，有一位比丘來到佛陀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禮，然後問世尊，您常常用劫來形容時間很長，那麼一個劫究竟有多長呢？佛陀回答說，劫这個東西啊，太過漫長，漫長到根本無法用普通的數字去衡量。為了讓弟子能夠稍微體會一下，佛陀打了2個譬喻。第一個譬喻，佛陀說，假設有一座巨大的城池，這座城長寬高都有1由旬那麼大，1由旬換算成我們現在的距離，差不多有幾十里那麼廣闊。在這座無比巨大的城裡，從地面到頂端，密密麻麻地堆滿了細小的芥子。芥子有多小？就像我們煮飯時用的那種小小的種子。現在有一個人，每隔100年才來這座城裡取走1粒芥子，就這樣，100年取1粒，100年再取1粒，一直取，一直取，等到把整座城裡堆積如山的芥子全部1粒不剩地取光了，你以為一個劫結束了嗎？沒有，到那個時候，一個劫的時間都還沒有走完。第2個譬喻，佛陀說，假設有一座極其巨大又極其堅硬的石頭山，這座山同樣長寬高都有1由旬。現在有一位天人，手裡拿着一件輕柔無比的天衣，那件衣服薄得就像蟬的翅膀。這位天人每隔100年才會用這件輕飄飄的天衣，在這座堅硬的石頭山上輕輕地拂拭那麼一下。就這樣，100年輕拂一下，100年再輕拂一下，等到有一天，這整座堅硬的大石山都被這件柔軟的天衣一點一點地拂磨成了一片平地。你以為一個劫終於結束了嗎？還是沒有。到那個時候，一個劫的時間仍然還沒有走完。聽到這裡，你的心裡是不是已經開始發涼了？現代的科學家曾經試着用數學去推算這樣一個劫到底相當於多少年。結論是，一個劫的時間大約是10的23次方年，也就是說，在1的後面要接上23個0，那麼漫長的年月。而你知道嗎？我們現在人類所觀測到的整個宇宙，從最初的大爆炸誕生，一直到今天，也不過才138億年而已。換句話說，區區一個劫的時間，就已經是整個宇宙從誕生到現在全部年齡的上兆倍，是我們這個宇宙壽命的無數次輪迴。而佛陀說的萬劫難復，這個萬劫是10000個這樣的劫加在一起。你現在再回過頭去，重新讀一遍那句話，一失人身，萬劫難復。你是不是能夠感受到這8個字裡面壓着一座怎樣沉重如山的分量？一旦失去人身，等待着我們的可能就是這樣漫長到讓人絕望的黑暗歲月。我們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滿打滿算也不過幾千年而已。從我們的老祖先開始學會使用工具，到今天我們坐在熒幕前，加起來也才幾百萬年。可是這幾百萬年放進一個劫裡面，連一朵小小的浪花都算不上，連1粒芥子被取走的那一瞬間都不到。我們短短幾十年的一生，在這樣的時間尺度面前，渺小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可就是在這樣一個短暫到近乎於一眨眼的人生裡，我們卻要決定自己接下來無數個劫的命運，是繼續在黑暗裡沉淪，還是走向光明的解脫。你說這樣的一生，我們怎麼能夠不珍惜，又怎麼能夠糊里糊塗的就讓它從指縫裡溜走呢？也許你還是會抱着一絲僥倖，覺得就算墮落了，總有一天還是能回到人道吧。多等一等，多熬一熬，總會輪回上來的吧。如果你真的這樣想，那我一定要把佛經裡另外2個故事講給你聽。聽完之後，你就會明白這絲僥倖有多麼危險。第一個故事
記載在《賢愚因緣經》裡。當年須達長者發心要為佛陀建造祇園精舍，工程進行的時候，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尊者忽然面露憂傷，指着地上一群小小的蚂蟻，對須達長者說：“你看見這些蚂蟻了嗎？”須達長者說：“看見了。”舍利弗尊者接着說了一段話，讓所有人都沉默了。他說：“從過去的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摩尼佛、迦叶佛，一直到現在的釋迦牟尼佛，總共7尊佛先後降臨這個世界。你都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為佛建造精舍，而地上這一窩螞蟻，從最早的毗婆尸佛在世的時候，就一直生活在這裡，一直到今天釋迦牟尼佛出世，他們竟然還是螞蟻。你聽明白了嗎？7尊佛出世前後歷經了91劫，這樣漫長到無法想象的時間。這一窩螞蟻一世又一世的死去，一世又一世的投胎，卻始終掙脫不了螞蟻這個身體。91劫啊，那是多少個宇宙壽命的疊加，可他們還是在地上爬來爬去的螞蟻。舍利弗尊者感嘆說：“生死漫漫，唯有修福最重要。”這句話的背後藏着一個殘酷的道理。畜生道的眾生因為愚痴，因為執着，一旦墮落進去，就很難再爬出來了。還有第2個故事，記載在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裡。有一天，一隻鴿子飛到了佛陀的身邊，佛陀用他的宿命通去觀察這隻鴿子的過去和未來。佛陀看見這隻鴿子在8萬劫以前就已經是一隻鴿子了。佛陀又往未來看去，發現這隻鴿子在往後的8萬劫裡竟然還是一隻鴿子，始終轉不成人身。8萬劫的過去，8萬劫的未來，一隻小小的鴿子就這樣被困在鴿子的身體裡，漫長的看不到盡頭。你可以閉上眼睛，試着去感受一下那隻鴿子的處境。8萬劫，那是多麼漫長，多麼絕望的一段時光。在這段時光裡，他沒有辦法思考，沒有辦法明白任何道理，也没有辦法為自己做任何一點改變。他能做的就只是一世又一世的重複着覓食、繁衍，然後被獵殺的宿命，在無邊的黑暗裡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光亮。而他曾經或許也和我們現在一樣，擁有過一個寶貴的人身，只是不知道在哪一世因為一時的迷失就把它給弄丟了，然後便一路沉淪，再也回不了頭。這隻鴿子的故事說的哪裡是鴿子，它分明是在為我們每一個人敲響一記悠長而沉重的警鐘。這2個故事像2記重錘，狠狠地敲碎了我們心裡那一點點僥幸。原來墮落到惡道之後，想要再回到人道，根本不是等一等、熬一熬那麼簡單。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惡道裡，那些眾生根本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去修善積福，他們每一天都只是在承受着痛苦，在愚痴和恐懼裡打轉，於是就一世又一世地繼續造作墮落的因，繼續在黑暗裡下沉。這就像一個掉進深井裡的人，井壁又濕又滑，他越是掙扎，就陷得越深，根本找不到一個着力點可以讓他向上爬。也許你心裡會冒出一個疑問，既然人一死，這個身體就化為了塵土，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在六道裡輪迴不休？又是什麼東西被困在螞蟻和鴿子的身體裡，一世又一世的流轉？佛法告訴我們，真正在輪迴的並不是我們這個會腐朽的肉身，而是我們无始以來所造下的業力，以及那顆從未停歇過的心念。我們這一生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會像種子一樣深深地埋進生命的深處。這些種子不會因為死亡而消失，它們會隨着我們跨越生與死的界限，在下一世因緣成熟的時候開花結果。這就是佛法裡所說的三世因果。過去世種下的因成就了我們今生的果，而我們今生種下的因又將決定我們來世的去向。有人問，我明明是個好人，為什麼這一生過得這麼苦？
也有人問，那個人做盡了壞事，為什麼還活得那麼滋潤？其實我們看到的只是這一世短短幾十年的光景，就像一場漫長大戲裡的其中一幕而已。因果的賬從來不是用一世來結算的，它是橫跨過去、現在、未來3世的一本大賬。今生的順逆是過去的累積，而未來的苦樂正握在我們今生的手裡。這裡還有一個更微細也更值得我們警惕的道理，我們的輪迴其實並不是等到臨終那一刻才開始的，它每時每刻都在我們的心念裡悄悄地進行着。我們每動一個貪的念頭，心就往惡鬼的方向靠近了一分；我們每動一個嗔的念頭，心就往地獄的方向靠近了一分；我們每動一個痴的念頭，心就往畜生的方向靠近了一分。反過來，我們每升起一個慈悲的念頭，一個清淨的念頭，一個覺悟的念頭，我們的心就往人天、往解脫的方向靠近了一分。所以說，六道並不只是我們死後才會去到的遠方，六道其實就在我們每一天的心念裡起起伏伏。一個人在暴怒的時候，那張扭曲猙獰的臉其實已經和地獄相去不遠；一個人在貪得無厭的時候，那顆永遠填不滿的心其實就是活生生的惡鬼；而一個人在安詳慈悲的時候，臉上散發出來的那種寧靜的光，那不就是佛菩薩的樣子嗎？我們這一生反反复复的在自己的心裡把六道輪迴演了無數遍，而我們臨終時究竟會去哪裡？其實早就在我們日復一日的心念習慣裡埋下了答案。這就是為什麼佛陀要我們如此看重當下的每一個起心動念，因為我們今生養成的心念習慣就是我們來生的模樣。那麼我們死後究竟會去到哪裡呢？佛陀告訴我們，一切眾生都在六道裡不停地輪迴。這六道分別是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惡鬼道，還有地獄道。我們就像一個被蒙住眼睛的旅人，隨着自己造下的業力，一次又一次的在這6個地方之間流轉，看不到出口。我們不妨一個一個的來看看這6道究竟是什麼樣的光景。先說天道，很多人一聽到天道就羨慕得不得了，覺得能夠升到天上做神仙，那該有多好。天道的众生確實享受着我們無法想象的福報和快樂，壽命也長得驚人。就拿欲界最低的4天王天來說，那裡的一天就相當於我們人間的50年，那裡的天人一生的壽命換算成人間的時間就已經有900多萬年。而在3界的最高處，那個叫做飛想飛飛想天的地方，天人的壽命更是長達8萬大劫。可是你以為升到天上就一劳永逸了嗎？恰恰相反，天人整天沉醉在快樂和禪定裡，根本生不起一絲一毫想要修行、想要解脫的念頭。等到他們的福報一旦享盡，壽命一旦到頭，還是要墮落下來，重新在6道裡輪迴。天上的快樂反而成了修行路上最甜蜜的陷阱。佛經裡有一個非常凄美的描寫，說天人在福報即將享盡、壽命即將到頭的時候，會出現5種衰敗的徵兆，叫做5衰相現。原本永不凋謝的頭上花冠忽然枯萎了，原本潔淨無比的天衣忽然沾染上了塵垢，原本香潔的身體忽然開始出汗發臭。這時候天人才會驚恐地意識到，自己享受了無數劫的快樂竟然就要到頭了，而接下來等待着自己的可能就是墮入惡道的無邊苦海。可是到了這一步，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你看，就連福報最大的天人尚且逃不過輪迴的擺布，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貪戀眼前這一點點短暫的享樂呢？再說地獄道，這是6道裡最痛苦、最恐怖的一道。地獄眾生所受的苦，是我們用言語根本無法形容的。而且地獄的壽命長得令人絕望。佛經裡說，就連地獄道裡壽命最短的眾生，他的一天
就相當於人間的3700多年，而他這一生的時間換算成人間的歲月，竟然長達100多億年。你想想看，100多億年，這幾乎就等於整個宇宙從誕生到現在的全部時光，在無盡的痛苦裡度過如此漫長的歲月，這是何等的可怕！而在無間地獄裡的眾生，壽命更是長達一個眾劫，那已經是天文數字，我們的心根本無法承載。更可怕的是，墮入地獄的因，往往就藏在我們平日一個個不經意的惡念和惡行裡。一次因為嗔恨而起的殺害，一回因為貪婪而做下的傷天害理的事，都可能成為將我們拖入地獄的繩索。我們總以為地獄離我們很遙遠，可是佛陀說，地獄的門其實就開在我們每一個惡念升起的當下。還有惡鬼道，惡鬼道的眾生永遠處在飢餓和乾渴的痛苦裡，他們的喉嚨細得像針一樣，肚子卻大得像鼓，就算看見了食物和水，一旦送到嘴邊，也會化成火焰，永遠吃不到，喝不着。惡鬼道的一天，相當於人間的1個月，就算是壽命最短的惡鬼，也要在這樣的煎熬裡度過相當於人間15000年的時間。至於畜生道，就是我們身邊那些飛禽走獸、蟲魚、螞蟻，他們一生都活在愚癡和恐懼裡，被人驅使，被人宰殺，或者互相吞食，弱肉強食。前面說過的那一窩91劫都變不回人的螞蟻，那一只困在8萬劫裡的鴿子，就是畜生道最真實的寫照。他們不是不想解脫，而是他們那顆愚癡的心根本聽不懂，也想不通任何解脫的道理。我們平時看着那些被關在籠子裡的雞鴨，那些在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蝦，可能只覺得那是他們的命。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也曾经可能就在不久的過去世裡，和我們一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只因為一念的糊塗，一世的墮落，就淪落到了如此任人摆布的境地。這一面鏡子照見的，何嘗不是我們自己隨時都可能面對的處境？還有阿修羅道，這一道的眾生福報很大，卻有着強烈的嗔恨心和嫉妒心，整天都在爭鬥廝殺，永遠不得安寧。阿修羅明明擁有和天人相近的福報和威勢，本來可以活得很好，卻因為心裡那股按捺不住的嫉妒和好勝，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強，於是就永遠活在爭強鬥狠、你死我活的痛苦裡。這像不像我們身邊某些人，甚至有时候的我們自己，明明什麼都不缺，卻因為一顆不肯安分的心，硬生生的把好好的日子過成了無休無止的戰場。你看，天道太快樂，快樂的讓人忘了修行；地獄、惡鬼、畜生這3惡道太痛苦，痛苦得讓人沒有餘力修行；阿修羅道太好鬥，好鬥的讓人靜不下心來修行。算來算去，6道之中竟然只剩下我們現在所在的人道，是最適合覺悟和修行的地方。想到這裡，你有沒有生出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我們平時總覺得做人好苦啊，要為生活奔波，要承受生老病死，要面对種種的不如意。我們甚至常常抱怨，為什麼偏偏要生而為人？可是現在你才明白，原來我們一直在抱怨的這個人身，竟然是6道之中最尊貴、最難得，也最有希望的一道。那些痛苦和不如意，非但不是我們的敌人，反而正是在時時刻刻地提醒着我們，這個世界是無常的，是靠不住的。我們不能永遠沉迷下去，而是要趕緊為自己尋找一條真正的出路。原来做人的苦本身就是一份最深的慈悲。那麼我們死後究竟會投生到哪一道，是由什麼決定的呢？佛陀告訴我們，關鍵就在於我們心裡的3種毒：貪心、嗔恨還有愚癡。一個人如果貪心太重，一輩子都在貪求、索取，捨不得付出，那麼他很容易就墮入惡鬼道，去承受那永無止境的飢渴。一個人如果嗔恨心太重，動不動就發火，就怨恨，就想傷害別人，
那麼他很容易就墮入地獄道，去承受那烈火焚燒般的痛苦。一個人如果愚癡太重，是非不分，善惡顛倒，聽不進任何正理，那麼他很容易就墮入畜生道，去承受那被人驅使宰殺的命運。所以你看，我們每一個起心動念，每一個言語行為，其實都在悄悄地為自己的來生填寫一張看不見的報名表。你今天種下的是什麼樣的因，將來就會收到一張通往什麼地方的門票。這就是佛法裡最公平也最令人敬畏的因果法則。想要來生繼續保住這寶貴的人身，佛陀給我們指了一條明明白白的路，那就是好好的守住五戒，努力的奉行十善，斷除心裡那貪嗔癡三毒。可是捫心自問，我們又有幾個人真正做到了呢？你看，佛法從來不是要我們害怕因果，而是要我們看懂因果，然後主動去掌握自己生命的方向盘。既然我們的来生是由我們今生的心念和行為決定的，那就意味着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握着決定自己未來的力量。這不是宿命，這是我們可以親手改寫的命運。只要我們願意，從當下的每一個念頭開始，多一分善良，少一分貪婪，多一分寬容，少一分嗔恨，多一分清醒，少一分愚癡，我們就是在為自己親手鋪就一條通往光明的道路。你可能還會好奇，既然做人這麼好，為什麼眾生在輪迴的時候不乾脆都選擇投生為人呢？這是因為眾生在生命結束即將投胎的那一刻，那顆心是昏昧的，是顛倒的，是身不由己的。他並不是清清楚楚的在挑選我要去哪裡，而是被自己一生累積下來的業力像一陣狂風一樣稀里糊塗地吹着走。業力把你往哪裡吹，你就往哪裡去，根本由不得你做主。這就好比一個喝得爛醉的人，你問他要往東還是往西，他自己都糊塗，只能任由那股力量推着他跌跌撞撞。所以佛陀才反復叮嚀我們，要趁着現在還清醒，還做得了主的时候，趕緊為自己積累善業，修好這一顆心。因為到了那身不由己的一刻，一切就都太遲了。講到這裡，我們對人生難得應該已經有了很深的體會。可是真相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因為佛陀說的人生難得，其實藏着一層更深的含義，並不是說隨隨便便生為一個人，就算是得到了那個珍貴的人身。真正意義上難得的是一個能夠聽聞佛法，能夠修行覺悟的人身。佛法裡把它叫做暇滿人身。暇就是有閒暇，有時間；滿就是有圓滿的條件。佛陀曾經開示過8種沒有機會修行的困境，叫做8難，也叫8無暇。第一，生在地獄，痛苦得無暇修行；第二，生為惡鬼，飢渴得無暇修行；第三，生為畜生，愚癡得無暇修行；第四，生在長壽天，沉迷在禪定的快樂裡，安逸的不想修行；第五，生在偏遠的邊地，那裡根本聽不到佛法的名字；第六，雖然生而為人，卻眼盲、耳聾、口啞，六根不全，聽不見也說不出；第七，生為那種視智變聰或者持着邪見的人，聰明是聰明，卻不肯相信因果，不肯相信佛法；第八，生在了沒有佛出世的黑暗時代，或者佛已經涅槃，佛法已經消失的年代，想聽聞正法也無門可入。你把這8種情況仔仔細細地看一遍，然後再看看你自己。你沒有墮在三惡道，你沒有生在無佛之世，你生在了能夠聽聞佛法的地方，你六根健全，能看能聽能思考，你此刻正在讀着這些關於覺悟和解脫的道理，並且心裡還升起了想要了解、想要探究的念頭。你有沒有意識到，你竟然神奇地避開了這8道幾乎不可能同時避開的關卡？可是佛陀說，光是避開了這8種障難還不算圓滿，想要真正安穩地走在修行的道路上，
還需要具足10種圓滿的條件。這10種圓滿，一半要靠我們自己，一半要靠外在的因緣。靠我們自己的，比如你得生而為人，你的6根要健全，你要生在有佛法流傳的地方，你的所作所為没有走上顛倒的邪路，你的心裡還要對正法升起真正的信心。靠外在因緣的，比如要正好有佛出世，佛要正好宣說了法，佛法要正好還住在世間沒有消失，還要有善知識願意把佛法教導給你。你仔細想想，這10種條件要在同一個人身上，同一個時間點全部湊齊，那是何等稀有的因緣。這就好比燒一壺熱茶，你需要茶葉，需要水，需要火，需要器皿，缺了任何一樣，這壺茶都燒不成。而我們此刻能夠聞法修行的因緣，比燒成一壺茶所需要的條件還要精密，還要難得無數倍。這裡面有一個地方特別值得我們深思，那就是長壽天。很多人以為越長壽越快樂就越好，可是佛陀卻把生在快樂的長壽天也列為修行的一大障難。為什麼？因為那些天人太快樂了，太安逸了，一头栽進禪定的享受裡，虛度了漫長的光陰，卻連一絲想要出離的心都生不起來。這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啟示，原來一味的快樂和安逸並不是生命最好的狀態。太苦會讓人麻木絕望，太樂會讓人沉迷墮落。只有像我們人道這樣苦樂參半，有痛苦來提醒我們生命的無常，又有快樂讓我们保有向上的力量，才是最容易讓人覺醒，最適合修行的環境。這也正是為什麼佛經裡說，過去的諸佛，未來的諸佛都選擇降生在人間，示現成佛。連佛陀都要投生為人才能夠成道。你就能明白，這個人身，這個我們每天習以為常，甚至常常拿來抱怨的人身，究竟蘊藏着多麼不可思議的力量和機緣。在整個六道之中，唯有這個人身才是那把能夠打開解脫之門的鑰匙。也許你會說，能夠聽聞佛法的人，這世上難道還少嗎？那我再給你講一個佛陀在世時的真實情形。當年佛陀就住在古印度的王舍城裡，是活生生的一尊佛，就在城中說法。可即便如此，這座城裡也只有1/3的人曾經親眼見過佛，親耳聽過佛說法。另外1/3的人只是聽說過佛的名字，卻始終沒能見上一面。而剩下的1/3竟然連佛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你看，即使佛就在你身邊的城裡，能夠真正遇見佛法的也不過3個人裡挑一個。這遇法的因緣是何等的稀有難得。而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聽聞佛法看起來好像比古人容易多了，只要動一動手指，各種各樣講經說法的內容就會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雖然比古人更容易接觸到佛法，卻也比古人面對着多得多的誘惑和干擾。古人的一天是安安靜靜的，而我們的一天，從睜開眼睛的那一刻起，就被無數的訊息、無數的聲光影像填得滿滿當當。我們的注意力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我們的心一刻也靜不下來。表面上我們什麼都能看到，可實際上真正能夠靜下心來，把一段道理聽進去，並且願意在生活裡去實踐的人，反而變得越來越少了。這何嘗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一種巴難呢？我們雖然生在了有佛法的地方，卻可能因為太過喧囂、太過忙碌，而生生地錯過了它。所以你此刻能夠沉下心來，把這段話聽到這裡，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是一份莫大的福報了。甚至你能夠在茫茫人海之中，在無數的影音內容之中，偏偏點開了這一段，聽的偏偏是這樣一個關於生命、關於覺悟的話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善根，一份深厚的因緣。這說明，在你過去無量的生命長河裡，
一定曾經與佛法結下過某種緣分，這一顆善的種子才會在今天這一刻悄悄地發了芽。所以，請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呵護這一顆剛剛萌芽的善根，千萬不要讓它輕易的就枯萎了，因為它很可能就是你這一生走向覺醒的第一步，也是你為自己的下一世種下的一份最珍貴的希望。當這一段內容結束之後，如果你的心裡能夠留下哪怕一點點的觸動，能夠對這個難得的人生多升起一分珍惜，那麼這一段我們共同度過的時光就沒有白費。所以，當我們把這一層一層的篩選加在一起，你會發現，你能夠成為一個聽得懂佛法，並且对佛法升起一點點向往的人。這中間所要跨越的門檻，簡直如同奇蹟一般。你就是那隻鑽進了浮木孔的盲龜，你就是佛陀支架縫裡那一點點稀有的微塵，你就是那朵3000年才開一次的幽檀鮮花。這不是誇張，這是佛陀用無數譬喻反覆想要告訴我們的那個真真切切的真相。可是最讓人痛心的是什麼？最讓人痛心的是，我們絕大多數人明明手裡緊緊握着這件整個宇宙裡最珍貴的寶物，卻渾然不覺，白白地把它浪費掉了。我們把這寶貴無比的一生耗費在無止境的貪求上，耗費在無意義的爭吵上，耗費在對過去的懊悔和對未來的憂慮上。我們沉迷於眼前的五欲六塵，沉迷於刷不完的熒幕，追不完的名利，計較不完的得失。我們以為來日方長，以為時間還多得很，殊不知這個難得的人生正在我們每一次的空過裡一分一秒的流逝。古時候有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叫做印光大師，他修行了一輩子。你知道他在自己的房間裡掛着一個什麼樣的東西來提醒自己嗎？他就在牆上掛着一個大大的死字，每天一睜開眼睛，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這個死字，時時刻刻提醒着自己，我隨時都可能會死去，這寶貴的人生隨时都可能失去，所以一刻也不能懈怠，一刻也不能空過。這一個死字的背後藏着的正是對人生難得最深刻的體悟和最深切的珍惜。你可能會覺得天天把一個死字掛在眼前，是不是太過消極，太過灰暗了？其實恰恰相反，一個真正想明白了死亡的人，才會真正懂得如何去活着。正因為知道這一切都會結束，都會失去，我們才會格外珍惜眼前擁有的每一刻。一個從來不去想死亡的人，往往才是那個最容易把生命揮霍掉的人，因為他總以為自己有的是時間。而一個時時把無常放在心上的人，反而會把每一天都活得無比認真，無比充實。印光大師那一個死字，掛的不是絕望，掛的是清醒，是一種看透了生命真相之後最深沉的積極。佛門裡有一首偈子，短短4句，道盡了這一切的分量。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這幾句話翻譯過來就是，這樣難得的人身，如今我已經幸運地得到了這樣難聞的佛法，如今我也幸運地聽到了，如果我不趁着今生今世好好地度化自己，那麼還要等到哪一生哪一世才能再有這樣的機會來度脫自己呢？你聽，這問的哪裡是佛陀？這問的分明是我們自己。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這一問穿越了2000多年的時光，一直問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如果不是今生，那麼會是哪一生呢？也許就是那隻盲龜還要在無盡的大海裡再等上10000個劫，也許就是那座芥子城還要一粒一粒的再取上不知多少個百年。也許你會覺得修行是出家人的事情，是要遁入空門，青燈古佛，和我們這些要工作、要養家、要過日子的普通人好像没有太大的關係。如果你這樣想，那就誤會了佛陀的本意。度化自己，修行覺悟，從來就不是一定要剃度出家，也不是一定要每天誦經拜佛多少個小時。真正的修行，
就藏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藏在我們待人接物的每一個當下。當你在心裡快要升起怒火的時候，能夠停下來，深深地吸一口氣，把那股火壓下去，這就是修行。當你面對別人的過錯，能夠多一分體諒，少一分苛責，這就是修行。當你手裡有一點餘力，願意去幫一幫比你更困難的人，這就是修行。當你對眼前所擁有的一切能夠升起一顆感恩知足的心，不再貪求無度，這就是修行。當你半夜驚醒，想起自己曾經傷害過的人，能夠升起一念真誠的懺悔，這也是修行。修行說到底就是修這一顆心，把貪婪的心修成布施的心，把嗔恨的心修成慈悲的心，把愚痴的心修成智慧的心。這件事情不需要你放下手中的工作，不需要你離開你的家庭，你在任何一個崗位上，任何一種身份裡都可以馬上開始。而這正是我們這個難得的人生最了不起的地方。我們有這個能力，可以在一念之間轉惡為善，轉迷為悟。這個能力是天人所沒有的，是惡道眾生所沒有的，唯獨我們人才有。當我們日復一日的這樣去修、去磨這一顆心，慢慢的你會發現，你的內心開始變得越來越安定，越來越清明。那些曾經讓你夜不能寐的煩惱，那些曾經讓你耿耿於懷的怨恨，會像陽光下的冰雪一樣，一點一點地融化掉。你不再那麼容易被外境牽着走，不再那麼容易患得患失，你的心裡會漸漸生出一種踏實的寧靜的力量。這就是修行帶給我們的當下的利益，它不必等到來生，就在今生今世就能夠讓我們活得更自在，更歡喜。而從長遠來看，我們今生種下的這一顆顆清淨的種子，終有一天會匯聚成足夠的力量，帶領我們走出這六道輪迴的無盡苦海，抵達那真正解脫的彼岸。這才是佛陀要我們珍惜人生最深也最遠的一份期許。其實說了這麼多，佛陀真正想告訴我們的，並不是要我們活在恐懼裡，天天擔憂着會墮入惡道。恰恰相反，佛陀是想讓我們從沉睡中醒過來，看清楚自己此刻正握着一件何等珍貴的宝物。當你真正明白了人生有多麼難得，你看待生命的眼光就會完全不一樣了。你會開始珍惜每一個當下，珍惜每一次呼吸，珍惜身邊每一個和你有緣的人。你不會再輕易地為了一點小事而動怒，不會再為了無謂的東西而貪求不休，因為你知道你手裡的時間太寶貴了，寶貴到不能浪費在這些事情上。我們無法決定自己什麼時候來到這個世界，也無法決定自己什麼時候離開。就像那只盲龜，它不知道自己下一次浮出水面會是在100年後，還是10000個劫之後。就像那座城裡的芥子，我們不知道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一粒會在哪一個100年被取走。生命的無常從來不會提前跟我們打招呼，我們總是習慣性的把最重要的事情往後推。等我把這件事情忙完，等我把孩子拉扯大，等我退休了有空了，我再来好好想一想生命的事情，再来好好修一修這顆心。可是明天和无常，我們永遠不知道哪一個會先來。多少人昨天還在興致勃勃地計劃着明天的旅行，今天卻已經天人永隔。多少人還有無數的話沒有來得及說出口，還有無數的事情沒有來得及去做，就這樣匆匆地告別了這個世界。我們總以為時間是無限的，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像那座芥子城裡的芥子，正在被无常這只看不見的手一粒一粒地取走，而我們卻渾然不覺，還在為那個未必會到來的明天做着各種各樣的打算。所以就在此刻，就在你讀完這段話的這一刻，不妨靜下心來問一問自己，這個盲龜浮木般稀有，幽曇花般難得的人生，我究竟打算拿它來做什麼？我是要繼續在渾渾噩噩中把它一天一天地空過掉，還是要從今天起真正的為自己的生命
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是繼續被貪嗔癡牽着鼻子走，還是開始學着放下，學着慈悲，學着覺悟？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夠替我們回答，也沒有人能夠替我們去做。就像那隻盲龜浮出水面的那一瞬間，穿不穿得進那個孔，只在他自己。我們這一生，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究竟要用來做什麼，也只在我們自己的一念之間。佛陀為我們指出了路，可是走不走，怎麼走，最終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的雙腳。讓我們最後再回到那一片茫茫的大海，那只盲龜還在深海裡沉浮着，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找了多少個100年，也不知道還要再找多少個100年，才能等到那個穿過浮木孔的瞬間。而此刻的你，此刻正在讀着這段文字，能思考，能感受，能夠对生命升起一絲敬畏和向往的你，其實就是那只已經穿過了孔洞的盲龜。你已經做到了那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這樣的機緣得來何等不易，又何其珍貴。既然已經穿過來了，就千萬不要再一頭扎回那無邊的黑暗裡去了。從今天起，願我們都能夠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這一生。每一個清晨睜開眼睛，能夠看見窗外的陽光，能夠聽見枝頭的鳥鳴，能夠感受到親人在身邊的溫度，這些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一切，其實都是無數劫的因緣才換來的無上恩賜。當我們能夠這樣去看，我們的每一天都會活得格外的感恩，格外的珍惜。我們會更懂得如何去愛身邊的人，如何去善待這個世界，也如何去安頓好我們自己這一顆躁動不安的心。這或許才是明白了人生難得之後，我們能夠送給自己的最好的一份禮物。易是人生，萬劫難復。這句話不是為了嚇唬我們，而是為了喚醒我們。我們既然已經如此僥幸，如此難得的得到了這個寶貴的人生，聽聞了這樣稀有的佛法，那麼就請千萬不要辜負了它。願你我都能在這短暫又珍貴的一生裡活得清醒，活得明白，不負此身，不負此身。這或許就是佛陀在2500多年前透過那8個字，最想留給我們每一個人的一份最溫柔也最深重的叮嚀。